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1月21号，在这边祝各位多头跟空头的家人们新年快乐！希望大家2023年再更上一层楼，利润不断的往上滚，翻个10倍、100倍、1000倍。过年的红包行情又在数钱了，不管是 15K 听我抄底的多大 ，16K 希望朋友们继续抄。第一个上涨目标位看 18K， 第二个上涨目标位直接看 20.7K。那前一天是在低档的这一个20.3K 的位置，希望如果你没在车上的朋友，一定要在这个位置继续选择做多。短短了2天，比特币已经是突破了 22.5K。那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在过年的时候直接再翻一个等级上去，直接突破 25K？ 不排除有可能啊，因为以往的经验，这个镜像理论就类似这3个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，有没有可能直接上看 25K 以上。包括 25K 如果过的话，那有没有第4个上涨目标位？未来有没有可能去突破 28K 甚至 36K？ 因为周线里面的技术指标还是非常强势的一个结构，那个 WR 什么时候没有破20之前，我的观点还是一样，继续给我选择抱住哦。包括这一波的龙头还是在这个 SOL， 你可以观察一下这一屏里面龙头有哪一档是超过这个 SOL。 所以我的观点是，只要龙头没倒，我个人是还没买啊，包括昨天也是跟大家讲，又买了狗狗币，现在也是在数红包啊。希望朋友们都有红包啊！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， 我们可以看一下，2周之前就有跟大家讲过这么一个观点。当时 SOL 都起来，游资都不想寂寞了，因为也是有看到身边的一些老板，这1年多以来也是一直在找低点，一直在慢慢的吸纳，后面也是有看到一些迹象，他们都不想寂寞了。一直在找一些品种要不要拉，后面其实大部分的品种你要敢买的话都是有利润啊。包括昨天也是在跟大家讲，我个人是又买了狗狗币，就在这一个矩形的低点位置，或者是今天先来跟大家聊一下，就这个比特币哦，以往的经验，它如果这种矩形震荡前面是超级陡式的一个拉升，我的观点是不排除它有可能会继续这样子拉上去。那这一个形态要怎么来观察？就是从这一个低档位置，你画到这个高档，把 K 线给它翻转，然后再镜像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把这个关掉。你移到这个位置，其实就是倒过来的一个走势。这3根，你就跟这3根去重叠，然后这一根突破跟这一根去重叠。那有没有可能理论的一个上涨高位？我们去观察一下，有可能会不会到25K 到 26K 的一个高位，我们拉高一点，有可能接近 26K 的时候，到时候看这个位置会不会进行一个中段的整理。因为以往的经验，像这种镜像我很少跟大家聊，因为我知道不好用。但是如果有看到这种上升的 K 线，它如果整理到位再来一个，也不排除有可能过年会直接再往上拉，这是一种可能性啊。反正你就观察 25K， 就类似我前面跟大家讲，我估计这个位置高点肯定是要过，早在低档的时候就跟大家讲，特别是这3根起来的时候，也是希望朋友们去追，因为有2只大金鱼，包括昨天也是在跟大家讲，他们在这个位置买的超过2万枚，目前都还没买，所以我估计这2个高点我不看，甚至这个高点我不看。那除了这个2万6，还有没有更高的位置？我们要来观察一下，就周线之前也是好几个朋友一直在探讨的一个观点。整个周线这个位置就有一个楔形啊，按以往的经验，楔形如果是突破的时候，它至少都要回到这个楔形的起跌位置啊，所以我估计 25K 最终是要过的。那过有没有更高点？之前也是有跟大家讲过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在低档的时候，你什么时候有见过整一波大熊市？它反弹有超过 0.382 的一个黄金比例。记得在高点的时候就有一次反弹的位置是接近 0.38， 就是从历史最高位 69K 到这一个3万2附近啊，当时有一个反弹是反弹的 0.38， 所以前面在低档的时候一直希望朋友们去抄底，不排除它有可能就是会有这种大级别的反弹啊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现在还叫反弹吗？根本就是一个反转啊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如果我们从2022年3月份这一个4万8的高位拉下去到这个1万5的低点， 0.38 的位置是在2万8，
28000在周线里面同样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强压力区哦，就是这一个区间28000到29000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在21年的7到5月份的这个区间也是一个压力区，就是这个低档的位置，也是之前在很早之前，这是2021年初的时候，当时也是美联储有预期未来他们要开始加息，所以这整个低点的位置就是在28000到29000。这一波上涨，你尽量观察一下有没有可能去0.382的28000，从这个高点计算，那还有没有更高位？我个人的一个预期，不排除有可能，如果是超过28000，有可能会去36000啊。做对的筹码，可能几年才会让你炒到一次底。这个位置我炒错了，这个位置炒对了。那我的观点是，一定要选择给我报未来，然后再来跟大家聊一下目前为什么还是这么强势的一个上涨的结构。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，之前在整波熊市经历的期间，一直有跟大家讲过，你去观察一下什么时候它突破这一个周线的20的平均成本线的时候，有可能就是会开启一波大级别的上涨。可以很明显的观察一下，周线现在已经是过了这一条红色的20 MA， 那历史上一般能穿过20 MA 都会有一波相对比较好的一个上涨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比如说疫情当时爆发的时候，在2020年，它当时这边也是有一个危机破位以后，后面是翻上去，这边本来这段时间是观察有没有可能类似这种震荡，但是根本就不管啊，它就是会类似这种过了20 MA 可能就是一直在往上涨，或者是类似18年的这个底部，过了20 MA 它整理了3周就一直往上涨。还有一点就是可以细心的观察一下，早在低档的时候也是在跟大家讲，从2万开始，或者是15000、17000、18000，一路是跟大家讲，周线的这个时间，它的 WR 指标一直在80上方，是超级弱势的一个区间。你去观察一下，什么时候它回80的下方，有可能就要开启一波大涨的行情，因为这种弱势的一个区间是非常非常弱，时间如果积累的越久，往上井喷的一个行情可能就越大。那现在看到的一个现象是，它这一波的周线是直接穿过20 MA， 而且是50也不是一个关卡，都没有震荡，直接一路干到20的下方。那我的观点是，你去观察一下20下方一直在强势钝化的结构，有可能没有过20之前，那我的观点是，反正你就给我继续选择报。有可能整个中线它涨多了会不会震荡个1-2周，然后我的观点还是一样，方向你尽量给我往上去看吧。另外我们来聊一下短线，这2天有在做多，听我的建议在 20.3K， 早上也是在 Discord 社群上面给大家来一些建议哦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早上有修正的一个支撑位，其实只有2个啊，一个是在 21.2K 附近啊，你去观察一下，就是这2天4个小时里面，这边不是有个震荡，然后昨天有一个突破的位置，就是这一根 K 线突破了这2个高点。那还有一个超短线的一个支撑位是在 21.6K 附近，今天早上在社群里面通知了大家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4个小时里面的这一个位置啊，这个高点的位置同样也是这2天一直在跟大家讲的，我估计有可能4个小时它这边没有趋势啊，它是横向整理的一个结构，但是没想到短线马上就过了这个高点，而且是又出轨了，而且是把前面的这几个高点都给过，所以我的观点是，前面在这个低点，你如果真的有做对，昨天是希望朋友们把你的防守设在你的买入成本位，那现在不同了，你的防守有一部分的仓位你可以设在这一个高点，就是在 21.2K， 那还有一部分超短线，你如果怕它这个位置会不会震荡，你观察一下这个高点有没有一个支撑位，反正2个支撑位给大家，当然有一部分波段的仓位，我的观点是你要选择继续报。大陆那边的股市目前是在休市，不排除很多资金蠢蠢欲动，在过年的期间也不排除有可能是会继续往上炒，因为资金看到啊，这个比特币比那个大陆股市好多了，他们一下子停了好几天，有可能也类似去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是在10月份，当时也是大陆在过国庆节的时候，当时这一波很强的一个拉升。其实这个镜像的理论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，这一波拉升你如果去比对它的一个 K 线也是很像这一个。然后我们来聊一下这个狗狗币啊，因为昨天在视频的结尾也是跟大家讲了，我是又买了一点狗狗币啊，在这一个矩形的上沿位置啊，当时是看到一个现象，其实
我的判断是这个矩形，你如果从这个低档开始算，我们给大家画标准一点啊，就这个矩形，你如果从这个下影线的低档，然后拉到这个上影线的高档，它不是过已经目测的一个目标位，已经是来到这个矩形翻了一个等级上去。这一栏我的判断是它在这个矩形里面震荡，那短线要做就是这样子啊，高点不要去追，压回低点我是选择在这个位置买，没有买在这个最低的下影线位置。短线我可能看看还有没有高点啊，或者是今天这2天看一下有没有接近这个高点，到时候看要不要卖一部分，因为我估计判断还是一样，整个周线它跟2020年的一个底部位置起来的时候，就是这一个位置起来，这个位置起来，它横向了17根，这边横向了已经13根了，短线是非常强势啊，有没有可能超前是把这一个周线里面的这个牛熊线都已经突破了，也是不排除啊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如果过的话，这个位置看会不会再整理？因为这个位置也是在整理的上周，最后是一路紧迫。那另外我们看一下以太坊，以太坊其实也是一样，它的整个周线的牛熊线现在也是刚刚有一点翘头啊，所以我的观点是不排除压回。你如果还有资金，可以继续选择买，因为这1年多也是一直希望朋友们，当时比特币跌到2万的时候，我是建议朋友们以太坊在1000左右、900左右可以去抄底，抄到现在，比特币有错过一次，但是以太坊从来都没有错过。报到现在的话，反正我的观点还是不变，你有做对尽量给我报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。